克里米亚大桥发生火灾，战略轰炸机基地遭遇袭击，乌克兰方面会如何利用这样一个局面？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上午看到俄乌战场的一个新闻，有两条是比较大的。一条呢是说乌克兰的无人机深入俄罗斯境内200多公里，袭击了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基地沙伊科夫卡机场。俄罗斯方面呢也承认该机场发生了爆炸和火灾，并且当地州长呢说击落了一架无人机。那么双方的公开信息算是对上了。乌方说造成了俄军1、2架图 22M3 战略轰炸机损毁，这方面呢俄方没有表态。不过让乌军无人机深入境内200多公里，俄罗斯的防空体系看上去也确实太稀薄了。另一个新闻就是大伙儿都瞩目的连接俄罗斯还有克里米亚半岛的大桥被炸了，暂时无法通行。从新闻视频跟照片来看，克里米亚大桥的公路桥已经是坍塌了一侧，并且有3处断点，其中2个断点只隔着一个桥墩，可能是同一次爆炸形成的。因为现在这种桥呢都是分段浇筑、分段施工嘛，会不会是一个分段坍塌了一部分以后呢，就是桥墩的另一侧分段的剩余部分失去平衡，也就撑不住了。当然这个呢还需要问一问桥梁建筑的专业人士。而另一坍塌的位置呢，距离这2处相当远，中间的桥梁分段没有损毁，所以这3个断点不可能是同一次爆炸导致的。而没有坍塌的另一侧车道呢，道面上有些损伤，看上去好像并不严重。至于说是否还能够通行，恐怕需要工程技术人员检测过这个分段的结构之后才能下结论。公路桥边上的是铁路桥，铁路桥上一列火车经过，油罐车被点燃，在桥上造成了严重的火灾。现在呢，俄罗斯已经把其他车厢拖走，火车头还有后边燃烧过的10几节油罐车还在桥上。现在还不清楚这种燃烧对铁路的影响有多大，所以恐怕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恢复通车的。俄罗斯官方媒体呢对这件事报道也是相互矛盾，比如说克里米亚铁路局称这是一起事故，是一节装有燃料的火车油罐车起火造成的，但是俄新社的说法就是导弹袭击。2种说法显然说服力都不太够。如果是油罐车起火爆炸，首先威力恐怕没有那么大，能把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公路桥炸塌3处，而且没法解释公路桥上靠近铁路桥的一侧为什么没有损毁，并且公路桥上铝合金的护栏明显是受冲击波外翻指向铁路桥，可见爆炸冲击波并非来自铁路桥，而是从公路桥引发了爆炸，冲到铁路桥方向上去的。至于说导弹袭击，那又不好解释，为什么几处断点都是公路桥同一侧，而不是把公路的2侧都打掉？另外，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爆炸时铁路桥下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公路桥画面。视频中爆炸的一瞬间，也是公路桥上一辆货车的位置先有了爆炸亮点，然后伴随着大量的碎片飞舞，紧跟着是画面远处被铁路桥墩遮挡的位置又发生一次爆炸。所以很有可能就是多辆厢式货车装满了炸药开上大桥，然后正好有油罐车通过的时候进行引爆。如果确实是这样的话，说明这次爆炸是有人进行了路面的袭击，而且袭击者对铁路的运输时刻表摸得非常清楚。对克里米亚的俄军来说呢，这座桥是一条重要的大动脉，俄军在赫尔松等地的后勤补给很多是要通过这座桥先把物资运到克里米亚，然后再转运到前线。克里米亚州内的铁路线前几个月曾经被打击过，就给俄罗斯的后勤补给增加了一些困难。这次克里米亚大桥出问题，这就是在打击整条补给线的更上游。乌克兰方面早就宣布想打这座桥，这次乌方还宣布这仅仅是个开始，俄罗斯拿走的土地乌克兰都会一点点拿回来。这回大桥受损如果非常严重，那么我们就要看一看乌方是否会转而向南进攻，从扎波罗热或者是顿涅茨克方向切断赫尔松俄军和后方的联系。那么俄军的后勤补给或者兵力后撤就只能靠克里米亚海峡的渡船，这个运输量会相当的弱。至于俄罗斯方面也早就放过风，说敢打克里米亚大桥就用核武器报复，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出事以后俄方的铁路部门坚持说就是油罐车着火引起的事故。